想了解一个人的恋爱婚姻，一定要看他的月亮星座哟。你一看他和你月亮同星座或同度，这就是结婚对象的首选啦。在我的第一期视频中就谈了月亮的重要性，它是一个人真正的内核，而且月亮也代表着妈妈，所以谈恋爱首先要看婆婆或丈母娘哦。月亮巨蟹的人是月亮最喜欢的位置，可以说是内核最漂亮的幸运儿。他们非常善良，充满爱，通常是朋友当中的保护者跟照顾者，再也没有比你不再需要我了对他们来说更恐怖的啦。所以照顾是月亮巨蟹的关键字。如果他感受到了他被你照顾了，他就会非常的感激，也愿意为你付出更多。喜欢居家的月巨蟹呢，喜欢随性舒适，他喜欢穿睡衣而不用被你认为邋遢，这样月巨蟹就可以幸福开心的生活在他的小窝里咯。如果你是神经大条型的月亮射手，其实你也是幸福的，因为你应该不会有太多情绪垃圾要处理，睡眠质量杠杠的。但是过度乐观也是有麻烦的，因为你可能把人惹怒了一轮之后，还会有一种关我什么事的欠揍表情。但是月亮射手会压抑他们不喜欢的现实压力，或者说逃避现实，尤其是感情。他们通常认为感情应该经过深思熟虑，所以不容易一见钟情。有一派是很假装乐观，这一类假装乐观的射手那就糟糕了，因为你们其实是非常敏感的，只是说这些问题都被你压下去了，因为你不允许它爆发，以至于问题往往累积到无法排解的程度，让你难以承担。看似乐观的月亮射手也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哦。月亮天平在感情上非常的傲娇，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内心，因为他们不希望对方觉得自己很快就沦陷，会让他觉得自己也未免太容易了吧。他们很看重别人眼中的自己，也就是所说的爱面子。当然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相处久了很容易跟对方变成室友，因为生活太平静了，然后他的性格太冷静了。而这样的月亮天平呢，遇到事情他也会表现出处变不惊、喜怒不形于色的能力，而且八面玲珑，人际关系左右逢源，所以在职场上月亮天平绝对是难缠的对手。月亮天平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们是月亮风象里面最拿不起放不下的一组，比如忍不住时时关注前任的动向啦，看看对方有没有因为失去自己而痛苦啦。月亮天平其实还蛮念旧情的哟。很多人跟月亮金牛的人谈恋爱会觉得他们很慢热，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冷漠，只是不喜欢表达感情。他们觉得感情并不是靠言语或展示来表现，而是温暖的陪伴。跟月亮水瓶相反，月亮金牛的人非常喜欢肢体接触，他们在吃方面也很容易满足，别人觉得吃不下的那些，他们通通都能扫光光。这样的月亮金牛在感情上当然也是很看重物质的，比起太阳金牛，他们可能更重视物质，也可能更小气一点，但他们情绪稳定，能给人安稳放心的感觉。月亮处女有把一切都打理好的强迫症，所以跟他谈恋爱，你会被他照顾得好好的哦。你穿什么、吃什么、休假要怎么安排，他都会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听起来很不错吧？他们不能忍受一丝的不公正，所以做事一板一眼，样样都要计较。这样的月亮处女呢，也一定是工作狂，不只是工作，就算是生活上，只要被他盯上的事，他都希望能够做到完美。这件事是因为他而变得更好，就会让他很有成就感。当然话也是多的，唠叨起来就像唐僧念经一样。月亮水瓶的人对感情表现得很淡漠，可以说是空心人。他们通常给人一种有点疏离的感觉，所以别看外表亲切随和，骨子里却很慢热，而且不容易靠近。而对这样的月亮水瓶来说，私人空间很重要，就算在一起也不能失去私人空间，并且他们不接受改变，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不要试图改变他，当你试图改变他时，他就会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开心了。
月亮水瓶的人也不擅长接受他人的情绪，所以你如果对着月亮水瓶的人哭泣啦、诉苦啦，他会有点不知所措。而且月亮水瓶的秘密就是他不喜欢肢体接触，所以你要追求一个月亮水瓶的人亲密贴贴，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等你们再熟一点吧。